把我爱人杀了，然后是杀了我妹妹，然后是我父亲，然后我母亲，最后就俩小孩呗，我的俩儿子。他就是北京第一狠人李磊，亲手屠了自己的父母妻儿。他还有另外一重身份，千万富翁。那可是09年的时候，从某个层面来说，他的生活就是你我的梦。父母健在，老婆漂亮，孩子活泼可爱，可他却亲手毁了这一切。为什么呢？时间2009年11月27日，一个叫王帅的来找姐姐王美玲。最近这几天，他一直也联系不上姐姐，趁今儿有空，干脆过来瞧一瞧。只是无论怎么敲门，屋里都没任何动静。王帅的心咯噔了一下，隐约有了一丝不祥之感。随后他赶紧找了个开锁的，奈何师傅学艺不精，门还是没能打开。于是乎，王帅又借来一把梯子。姐姐家就住2楼，从窗户能看到里面的情况。不料这一眼差点被吓死。客厅的地板上竟躺着一个人，面部被一张床单盖着，身下则有大片的血迹。等到房门被打开，那场景连警察都不堪多看，简直就是人间炼狱。每个房间都有尸体，王美玲、公公、婆婆、小姑子，还有2个孩子，一家6口全部惨死。这到底是有多大仇，连老人孩子都不放过。而令警方感到奇怪的是，这个7口之家，唯独男主人李磊不见了踪影。他到底是也遭了毒手，还是另有蹊跷呢？这个疑惑并未持续多久，因为小区监控拍到了李磊。11月24日早8点13分，他走出了楼门，左手拿拖把，右手提袋子，在将拖把扔进垃圾桶后，他提着袋子上了车，离开了小区。2小时后，也就是10点26分，李磊又开车回来了，在家待了大概10分钟的样子。他再次开车离开之后，就再没出现过。从时间来看，这家伙有重大作案嫌疑。很快，对李磊的通缉就遍布了全国。11月28日下午5点55分，在海南警方的配合下，专案组在一家会所里成功将李磊逮捕归案。过程中，李磊并未过多反抗，他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刻，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。专案组随即对他进行突审，历经2个多小时，李磊终于被语言的魅力感化，交代了杀害一家6口的犯罪事实。那么，这畜生是怎么对峙擒下的毒手呢？时间来到2009年11月22日，这天李磊本打算去一趟深圳，和好兄弟罗小军一起去考察市场。可临要上车的时候，他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，说有急事快回家。不得已，2人只得改签。吃过晚饭后，李磊先将罗小军安顿在一家洗浴中心，之后又独自去喝酒，越喝就越上头，越上头就越心烦。偏偏这时候，老婆王美玲还再三来电催促，让他赶紧滚回家。10点不见人，就有他好看的。迫于老婆的淫威，李磊9点半乖乖回了家。那会父母和孩子已经睡了，妹妹正在房间玩电脑，一切看起来都和往常一样。可谁能想到，平静之下，死亡已经开始倒计时。王美玲因为工作不顺心，嘴里一直碎碎念念的，搞得李磊心情更加烦躁。而后王美玲又开始问他要钱，因为王美玲是做直销的，每个月必须完成9万销售额，可他自己又卖不了这么多，经常从家里拿钱不缺，多的时候1个月要不5、6万。李磊对老婆的这份工作可谓是积怨已久，再加上酒精的作用以及各种烦心事，我感觉就是特别不平衡，家里边所有钱都是我挣的，为什么每天老限制我的自由，干这干那的，几点回家，躺床上气呼的。霎时间，李磊的怒火倾泻而至，一刀就捅死了老婆，甚至将他的脸剁了个稀烂。王美玲死都不会想到，这个平时唯唯诺诺的男人竟会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。平静下来后，李磊并没有害怕，反而有一丝复仇的快感。他躺在床上想着这些年的生活，越想就越火大，于是又跑到妹妹房间，毫不犹豫杀了妹妹，连续杀了2位至今。李磊心底的恶魔彻底被释放，他异常平静地洗了把脸，然后回到房间睡着了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父亲推门进来了。我一看是他，我就起来了，我照在脖子上就给他来一刀。杀戮还在继续，母亲听到不寻常的动静，起床出来查看，拉出来也跟我父亲这一样，也是迎面脖子一刀。2位老人含辛茹苦养大儿子，等来的不是养老送终，而是弑父杀母。至此，妻子、妹妹、父母都已丧生于李磊刀下。看着一具具亲人尸体，李磊最后一丝人性似乎被唤醒，他竟然坐在沙发上痛哭了好几个小时，甚至还有了自杀的念头。不过旋即他又想到了2个儿子，孩子们此时还在爷爷奶奶房间睡觉，对外面发生的一切毫无知觉。而李磊在沉默一阵后，做出了一个更没人性的决定。那一家人都没了，
都没了，感觉他们活着也没什么劲，长大以后受罪了，大就得了。都说虎毒上不食子，李磊却连禽兽都不如。2个孩子，大的才6岁，小的1岁不到。其实邻居们都反映，李磊平时对俩儿子很不错，而李磊在自述的时候也说过，当时他根本不敢开灯，也没勇气看儿子的脸，一切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。可法医在检查尸体时，发现孩子们都身中数十刀，刀刀致命，压根没给活的机会，屠了自己一家子。李磊还是有点发懵的，为了让自己冷静下来，他开始疯狂打砸家中物品，一直折腾到快要天亮。而后为争取逃脱时间，他清理掉了屋里的大片血迹，临出门还断了电。当天上午，他就和罗小军一同去了深圳。住酒店的时候，一直是用的罗小军的身份证。离开深圳，他们又去了海南，谁知刚落地不到10小时，就被警方给逮住了。李磊很遗憾，还没来得及欣赏海南的美景，按照他的预想，要在临死前把没去过的地方都玩个遍，然后再自杀。据调查了解，李磊是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，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母亲是四川远嫁过来的。前几年随着城市的发展，他们老家的房子被征收了，获得了上千万的赔款，一下子他家成了有钱人，但并不显摆。按理来说，这样经济富裕的家庭应该不存在不可调解的矛盾才对，那李磊为何变成了嗜血狂魔呢？一切还得从他小时候说起。由于父亲是位传统的庄稼汉，他对儿子的教育观念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，打小只要李磊犯了错，就免不了被一顿体罚。而且农村人也不懂什么感情交流，父母和子女之间基本不沟通，这使得李磊产生了严重的逆反心理。父母，你这关心关心啊，是吧？他老是关心我的目的，我感觉都不是说因为我才关心，因为关心他的感觉，他这脸往哪儿放？比如说人家孩子考多少分，人家孩子比如说考100分，你考70分，你考60分，感觉他这脸上就没光。父亲越是这样，李磊就越叛逆，可换来的却是更严厉的打骂。16岁那年，李磊离家出走了，独自去了外边打工。虽然很辛苦，但他却觉得很快乐，因为不用再看父亲的脸色做事。也就是在这期间，他认识了老婆王美玲。那会王美玲只是个洗头妹，李磊脑子比较灵活，将她泡到手之后，又出钱给她开理发店。在2人的努力下，生意是做得红红火火，从开始的1间小平房做到了4、5家门面，成了当时整条街的大哥大。后来王美玲接触到了直销，理发店就基本是李磊在操持。2人结婚后，陆续有了2个孩子，爱情也渐渐变成了亲情。而王美玲强势的性格，让夫妻间产生了不少矛盾。恋爱的时候觉得是感觉挺好的，结完婚完了都互相怀疑，感觉这没什么意思了。王美玲觉得男人有钱就变坏，3天2头因为这事吵闹，还规定李磊每天必须10点前回家，甚至经常搬出公婆一起教训李磊。这种妻管严的生活，李磊早就厌倦了，爱情没了，亲情也没了，剩下的只有深深的愤恨。至于妹妹，打小就是个间谍，经常去父母面前打小报告，长大了也是一样，害得李磊不知多少次被父亲打电话叫回去一顿揍。进家里边压力就特大，脑袋都炸了，不是这事儿那事儿，不是这事儿那事儿，老反正老有事儿。虽然这些年李磊做生意小有成就，但在庄稼汉父亲看来，那些都不是正经营生，时不时会敲打一下李磊。前几年拆迁，家里得了上千万赔款，父亲在一高档小区买了一套大房子，一家子住到了同一个屋檐下，余下的几百万，父亲又一口气买了5套房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老人觉得儿子不务正业，留钱不如留房。但李磊并不领情，认为父亲就是看不起自己。最终在种种情绪的积压下，他产生了可怕的想法，也就是想同归于尽，完了他活不下去就不活了，我们家人销户了就完了呗。对于残忍杀害至亲，李磊毫无悔意，直言要是再选一次，他仍然会这么干。这俩孩子后悔，剩下我都没有什么后悔的。法庭上，李磊只有一个要求，我就是图处死。至于其他的，他只有3个字：记不清了，想不起来了，记不太清了，不知道，想不起来了，忘了，记不清了。最终，李磊被依法判处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